诺和诺德的 CEO 公开说过，20亿、30亿、40亿美元的收购我们都负担得起。而预测市场给一家叫 Viking 的生技公司开出了 38.5% 的被收购概率。今天这支影片 Edward 要带你看7家正在颠覆全球减肥药市场的公司，他们的账上现金、最新临床数据、分析师为什么给出相差3倍的目标价，以及投资者热议的收购流言到底有几分可信。先说结论，这个赛道前景光明，但7家公司里至少有2家可能在未来1年内面临严重的稀释危机。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算算账。先把背景讲清楚，因为不懂背景，你可能看不懂这7家公司为什么估值能差这么多。全球肥胖与代谢疾病市场正在经历一场正在浮出水面的竞争。第一代以 GLP-1 为基础的肠促胰岛素药物就是诺和诺德的 Wegovy， 李来的 Zepbound 已经大获成功，把这个市场推到1000亿美元规模。高盛预估光是美国市场2030年就会达到1000亿美元，但竞争的核心已经从谁的多肽注射剂减重最多快速转向4个新战场。第一，口服小分子非肽类，不用打针，吃颗药就行，这是最大的普及化机会。第二，多靶点协同 GLP 1加上 GIP 加上升糖素 glucagon 3靶点甚至更多。第三，非常促胰岛素路径，像是淀粉一样蛋白，M 林机制完全不同，副作用更小。第四，减肥品质，不止减重，还要减脂控肌，保住肌肉。这7家公司正好分散在这4个战场的不同位置，有的护城河极深，有的其实是在走钢丝。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我先用一个简单的比喻，让你快速记住这7家公司的定位，把它们想成减肥药大战里的7种选手。第一位 Viking Therapeutics 代号 VKTX， 他是双剂型全能选手，主打 VK2735， 是 GLP-1 GIP 双靶点激动剂。厉害的地方在于同一个分子实做皮下注射和口服2种剂型，它的护城河在同分子跨剂型转换技术，皮下打针有效，换成口服药片也有效。这个结构护城河很深，但它在注射领域被李来的替尔博泰直接压制，属于老二逆袭的故事。第二位 Zealand Pharma 代号 ZAL 丹麦公司，它是非常促胰岛素路径的开创者，主打 petrelintide 是淀粉一样蛋白 amylin 类似物。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 GLP 一类药物最大的痛点是恶心呕吐，1年内有 30% 到 40% 的患者受不了而停药。而 Zealand 的2期数据显示，大约 70% 的患者完全没有任何胃肠道副作用，这不是小改良，这可能改写慢性肥胖管理的历史。它跟罗氏 Roche 深度绑定护城河在多肽平台。第三位 Scholar Rock 代号 SR2K， 它是减脂控肌的金牌配角。这家公司的 apitegromab 抗体原本治疗罕见的脊髓性肌萎缩症 SMA， 但今年6月登上了 Nature Medicine， 因为它跟替尔博泰联用，能把减重过程中的肌肉流失减少 54.9%。 想象一下，减肥最怕掉肌肉，因为肌肉一少，基础代谢率下降，停药就报复性反弹。Scholar Rock 解决的正是这个刚需痛点。第四位 Structure Therapeutics 代号 GPCR， 它是口服小分子之王，主打 aleniglipran， 是目前全球口服非肽小分子 GLP-1 的领跑者，56周减重 16.2%， 而且没有体重平台期。更关键的是，它手握将近15亿美元现金，是临床生技领域最庞大的现金储备。Phase 3完全不用再融资稀释。第五位 Altimmune 代号 LT， 它是肝病专家，主打 pemvidutide， 是 GLP-1 升糖素，1:1平衡的双靶点，因为升糖素直接作用于肝脏，
所以他在脂肪性肝炎、MASH 和酒精使用障碍、AUD 这些肝病领域有独特优势。今年5月还拿到了欧洲肝脏研究学会的 Best of EASL 2026殊荣，但他的问题是股权被严重稀释了。第6位 BioAge Labs 代号 BIOA， 它是抗炎老兵的重生。原本的明星管线 Azelaprag 因为肝损伤风险在2025年1月终止，还引发集体诉讼，但公司转向 NLRP3 抑制剂 BGE102。一期数据把发炎指标 HSCRP 降了 86%， 而且背后有顶级 VC 投资 A16Z 护航，这是一家死里逃生的公司。第7位 VTV Therapeutics 代号 VTVT， 它是微盘垂直冠军，专攻1型糖尿病的口服辅助治疗，主打 Cadicigliptan， 是肝脏选择性的葡萄糖激酶激活剂，拿到了 FDA 突破性疗法认定。这个领域极度垂直，几乎没有同类竞争对手，但公司市值很小，属于高弹性的二元博弈。前面是基本功，接下来才是重头戏。2026年4月到7月，这7家公司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因为投资临床阶段生技股，本质上是在交易催化剂。我们按时间轴快速走一遍。Viking VKTX并购传闻与维持性给药预期。5月12日 Viking 在土耳其伊斯坦堡的欧洲肥胖大会 ECO 2026上公布了口服 VK2735 的完整13周2期数据，120毫克剂量组13周减重 12.2%， 相当于平均掉 26.6 磅，而且从第1周就开始显著下降，到第13周都没有出现平台期。80% 的受试者达到至少 10% 的减重，这个数据被华尔街视为小市值 Biotech 与 Big Pharma 竞争的代表性案例。同时，皮下注射版的 Phase 3 Vanquish 计划持续推进。Vanquish 1已经完成约4650名肥胖患者入组， Vanquish 2针对第2型糖尿病合并肥胖约1000人，也在3月26日完成入组。但市场真正兴奋的是接下来的催化剂 Q3 2026的维持性给药数据。这个数据若能验证之前的2期结果，有助于降低 Phase 3的部分风险，也可能提升大药企收购的市场预期。顺带一提， Viking 在6月启动了心管线 VK3019 的第1期临床，切入淀粉样蛋白路径，剑指 Zealand Pharma Zealand Zeal 里程碑回购与 ADA 争议。 Zealand 的2026上半年很热闹。5月7日，公司启动了2亿美元约13亿丹麦克朗的股份回购计划，展现对现金流的信心。根据核实的公开资料， Zealand 2026年预计从罗氏收到总计7亿美元的里程碑款，其中 1.25 亿是 Q2 的周年款， 5.75 亿则绑定 Petrolintide 单药 Phase 3的启动，预计 H2。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有个数字要特别说明，网络上流传的罗氏70亿美元世纪交易，实际上按公开年报拆解，首付款14亿，周年款 2.5 亿，开发里程碑12亿，销售里程碑最高24亿，合计约53亿美元 headline， 再加上50-50利润分成，整体价值确实可观。但70亿这个数字有所夸大。临床上 Petrolintide 的2期 Zprime 1数据在6月的美国糖尿病学会 ABA 年会发表，42周双位数减重约 70%， 患者无任何胃肠道副作用， 98% 顺利爬坡道维持剂量，没有人因呕吐退出试验。但同场加映的 Survodutide 3期 Synchronize 1数据76周减重 16.6%， 却引发争议，心血管和胃肠道耐受性并没有显著优于1线肠促胰岛素，导致一些社群出现质疑声浪。 Scholar Rock SRRK Nature Medicine 加冕于9月 PDUFA
这是 Edward 认为最近几个月最具学术分量的事件。6月8日 Scholar Rock 的 Embrace 2期临床正式发表在 Nature Medicine， 102名超重或肥胖成人随机分配到替尔博泰加 Apitegromab 或替尔博泰加安慰剂，24周后加 Apitegromab 的组别少流失 1.9 公斤瘦体重，相当于保留了 54.9% 的肌肉，而且总减重量两组差不多。意思是药没白吃，肉掉的是脂肪，不是肌肉。这个发现的战略意义在于，传统 GOP 减重伴随 25% 到 40% 的肌肉流失，这会儿损害长期基础代谢率，导致停药反弹。Scholar Rock 从此不再是单纯的罕见病公司，而是整个代谢生态链最炙手可热的联用金牌配角。顺带一提，李来自己在2025年9月终止了他的同类竞品 Bimagram 试验，这反而让 Scholar Rock 的定位更稀缺。另一个关键节点 Apitegromab 治疗 SMA 的生物制剂上市申请 BRI 已于2026年3月重新提交， PDUFA 审评目标日期落在9月30日，这一天是个明确的二元催化剂 Structure GPCR Phase 3正式启动。 Structure 在6月17日于 Clinical Trials 正式注册了2项全球 Phase 3注册临床， Accomplish 1 3600人，肥胖和 Accomplish 2 1100人，肥胖合并第2型糖尿病7月正式启动入组，设计采用 2.5 毫克温和起步，每4周滴定，主要终点是76周体重变化。关键数据读出，预计2028年底，若顺利2029年上市。近期还有2个加分项，一是 Access 开放标签延长， OLE 数据预计 Q3 2026公布；二是全新的口服淀粉样蛋白候选药 OCCG2671 第一期数据也预计 Q3 出炉。15亿美元现金覆盖到2028年底全行业最强防御。 Autoimmune LT Best of EASL 与 AUD 倒计时5月27日到30日巴塞隆纳的 EASL 2026大会上， Autoimmune 的 Pamidutide Impact 2期48周数据被选为 Best of EASL 2026，拿到 Late Breaking 口头发表资格。 1.8 毫克剂量组，甘油三酯降 23.7%， 总胆固醇降 15.4%， 体重降 7.5%， 腰围缩 5.3 公分，肝脏脂肪含量降 54.7%， 停药率仅约 1.2%。 更受关注的是 AUD 酒精使用障碍的 ARCLAIM 2期，大约100名重度饮酒的肥胖患者，已于2025年11月提前完成入组。 Topline 数据预计 Q3 2026读出，这是全球唯一探索 GLP-1 类药物用于酒精使用障碍的临床。若数据正面，适应症扩展弹性较大，但代价是公司上半年连续增发，股本膨胀了约 67%。 BioAge 诉讼出清与快 LCV 启动。 BioAge 的故事有戏剧性，原本的 APJ 激动剂 Azaliproc 在2025年1月因严重转氨酶升高而终止，还被投资人告上法院说 IPO 招股书没披露肝损伤风险。2026年3月2日联邦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但要注意，原告在3月31日已上诉到第9巡回法院，目前仍在进行中，这个风险还没完全出清。转向正面， BGE 102的1期数据扎实，60毫克和120毫克剂量把 HSCRP 中位数降了 86%。 6月16日首位患者进入 QuidelCV 心血管2期，约160人 Topline 预计 H2 2026，公司年初完成 1.323 亿美元增发。26Z 仍是第一大机构股东。 VTV、VTVT、CATT 一倒计时。
VTV 的 Phase 3 CATT1 试验在美国25，各中心入组约150名1型糖尿病患者，主要终点是连续血糖监测下的低血糖事件发生率。Top Line 预计 H2 2026读出。7月还启动了 Hybrid CAT Phase 2A， 探索闭环胰岛素泵的联用。9800万美元现金跑道覆盖到数据读出。临床阶段生技公司的生死密码，就4个字：现金跑道。我用一张表帮你看清楚谁在安全区，谁在走钢丝。几个关键观察 Structure GPCR 是唯一一家完全以不用担心稀释的15亿美元现金。Phase 3全程自费。Zillion 背后有罗氏这棵大树，还在做回购，最从容。相反Altimmune IoT 虽然现金看起来不少，但那是用 67% 的股权稀释换来的，对原有股东是实打实的伤害。而 Viking 的6亿美元听起来不少，但 Phase 3 Vanquish 是数千人规模的全球注册研究，研发季支出已飙到 1.5 亿美元，后续增发稀释风险确实存在。记住一句话，现金多不等于安全，稀释小才是真安全。接下来是多空对决，我把7家公司归纳成4组核心博弈，每组都有明确的多方和空方叙事。注意，这不是要我选边站，而是帮你看清楚双方的逻辑。博弈1 Viking VKTX 并购预期 vs 稀释风险。看多方，辉瑞在自家口服 GLP-1 失败后急需代谢门票，市场传闻其正评估外部合作机会，未经官方证实。Viking 的皮下加口服双剂型独一无二，是被收购的潜在候选标的之一。Q3 维持性给药数据若达标，可能提升收购预期。看空方，收购纯属市场谣言，真正的推力是礼来口服药的竞争外溢。Viking 账上6亿美元对数千人 Phase 3捉襟见肘，后续增发稀释风险高，预测市场只给 38.5% 的收购概率，不是确定性事件。博弈2 Zealand ZEOAL Amylin 革命 vs 催化剂真空。看多方 Petrelintide 是非，肠促胰岛素减肥的终极方案， 70% 患者无胃肠道副作用，解决 GLP-11 年 30%到 40% 停药率的痛点。罗氏50联合开发加持 Phase 3 H2 启动。看空方 Survodutide 37，数据的耐受性并未显著优于一线药。Jeffers 下调成功率，未来6到12个月缺乏实质性一线催化剂，股价在 DKK 320以上已被高估。博弈3 Scholar Rock SRRK 9月30日重要节点。看多方9月30日 PDOFA 若顺利获批，带来首个商业化营收，还可变现优先审评凭证 PRV 加 Blue Isle 贷款，取得逾3亿美元非稀释现金。Embrace 确立控基刚需定位，长期估值溢价明确。看空方 Catalent 印第安纳工厂的复检存在合规时间风险，即使获批 SMA 全球仅约 3.5 万名患者，市场已被 Spinraza 和 Evrysdi 瓜分，商业放量难以支撑，目前约62亿美元的估值。博弈4 Altimmune ALT IUD 跨界潜力 vs 稀释压力。看多方 Reclaim 是全球唯一探索 GLP-1 用于酒精使用障碍 AUD 的临床。 Q3 数据若正面适应症扩展弹性较大， Pemvidutide 获 MASH 突破性疗法认定。 Deeptrack 等机构投资人持仓较重。看空方4月暴增 67% 的稀释伤及元气。 MASH Phase 3 Performer 耗资巨大，数据要到2029年才公布。5亿美元现金在无合作伙伴买单下会被迅速烧干。分析师的目标价本质上是对4个变数的动态修正：管线峰值销售、折现率、临床成功率以及并购溢价概率。我们整理了7家公司的街面目标价，
以及这才是重点，目标价依据什么时候会变？你怎么提前发现？这里有一个反直觉的点，目标价区间最大的公司 BIOA 23到73美元，差3倍多，往往不是最值得买的，而是分歧最大、风险最不对称的。分析这类公司，与其问目标价多少，不如问这个依据什么时候会被证伪，而答案就藏在上面那栏变化侦测讯号里。可以考虑去 clinical trials 监控试验状态变化，有可能比一部分投资者领先。这里也需要把风险讲清楚。这个赛道有3个主要风险点。第一，临床2元失败与肝毒性。任何代谢药物在大规模临床中一旦出现转氨酶升高或心血管副作用， FDA 会直接亮红牌。 BioAge 的 Azelaprag 就是前车之鉴， Altimmune 的 Pemvidutide 激活升糖素，理论上有升高血糖和心率风险，需密切追踪。第二，产能与 fill finish 卡脖子。 Scholar Rock 的 API Tegromab 最大的变数不是疗效，而是制造端合规 Catalent 印第安纳工厂已被诺和诺德母公司收购的 FDA 复检结果，是7月底的关键变数。第三，稀释压力与融资风险。 Altimmune 上半年连续增发，导致股本膨胀 67%。 若 AUD 数据不及预期或 MASH 3期成本失控，公司可能被迫在更低股价再次增发，形成融资压力的恶性循环。催化剂时间表请截图保存。7月底 SRRK Catalent 工厂合规分级公布， Q3 2026 VKTX 维持性给药数据 LTOTX Reglam AUD Top Line GPCR Access OLE 数据 BIOA Quail CV Top Line。 9月30日 SRRK Apitegromab PDUFA 审评 HR 2026 ZAAR Petrelintide Phase 3启动 VTVT CAT TE Top Line。 2028年底 GPCR Aleniglipron Phase 3关键数据。好，我们分享了我们的分析思路，请注意这不是持仓建议。我们把这7家按特征分成3层，确定性较高层，研究重点关注现金防御强，稀释压力小。 Structure GPCR 15亿美元现金防御最强，口服之王数据无懈可击， Phase 3全程不稀释，是整个组合研究中最稳健的标的。 Scholar Rock SRRK 9月30日 PDUFA 确定性较高，控基是长期刚需。 Catalent 合规分级公布是后续观察节点。弹性层成长与被收购潜力 Viking VKTX 并购预期属性较强。 Q3 维持性数据是观察触发点，但稀释风险需纳入评估。 Zealand、Zeal、Amylin 护城鹤身，回调后的估值水准值得持续追踪。事件驱动微仓层2元博弈风险最高。 Altimmune ART 短线博弈 Q3 AUD 数据兑现后需重新评估，后续稀释风险较大。 VTVT TED 2元事件驱动波动大，需严格管理风险。 BioAge BIOA NLYP3 双轨催化剂，但诉讼上诉未了，仅做小比例观察，2个长期行业观察方向。控基是2026到2030值得关注的长期方向，减重龙头要实现临床优势，可能需要把控基机制纳入联合用药。 Scholar Rock 的长期逻辑在此，非常促胰岛素 Amylin 是差异化路径，高耐受性。 Amylin 可能吸引无法耐受 GLP-1 副作用的患者，现有卖方模型对其估值潜力的覆盖可能不充分。再强调一下，临床阶段生技股是高度2元的赛道，一个临床失败可以让股价腰斩。我今天帮你把账算清楚，把风险摆上桌，希望对你分析有帮助。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到你，帮我点个赞，这对演算法很重要。订阅频道，我会在9月30日 SRKPDUFA 结果出炉后做追踪分析。你觉得这7家公司里
谁最可能成为下一个被巨头收购的猎物？留言区告诉我，我会回复每一则评论。本研究仅供讨论分享用途，不适用投资建议。我们下一支影片见。